大家好啊，我係 Eric 交個篇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參觀今個月啱啱交樓嘅豪宅樓盤 Amber Park， 呢個被譽為係新加坡第15區嘅新樓王。我哋會入去睇下，到底佢係咪實至名歸啊，定係浪得虛名？順便咧就會同大家一齊開箱我朋友仔嘅一間1500尺嘅4房單位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。Amber Park 位於新加坡大部分人認識嘅東海岸。東海岸除咗食蟹食海鮮出名，其實一直以嚟呢度出名多 condo， 長期霸佔私宅成交量頭3位。點解咁多人中意住呢一區呢？係貪佢夠就腳啊！來往市中心、機場只需要10幾分鐘車程，加上今年湯東線又即將會開通，其他例如附近有商場啊、名校、海灘、本土美食、東海岸公園等等咧，應有盡有。基本上唔使去其他地方咧，都滿足到所有嘅生活需求。所以東海岸啲居民都講啦，住過呢一區咧就翻唔到轉頭。至於我哋今日去嘅樓盤 Amber Park 咧，所處位置附近咧都係啲高層私人住宅，不過勝在離地鐵站不過係3分鐘路程，冇大馬路，所以都算係靜。呢個樓盤嘅前身都係叫做 Amber Park， 發展商城市發展 CDL 通過 on block 嘅形式咧，喺2019年以超過9億新元咧成功招標，成為新加坡史上第3大嘅集體出售案例。前業主可以話係豬籠入水啊，平均每個單位咧獲得430到830萬新元。塊地買得咁貴，咁發展商就梗係去到盡啦。有幾靚就做幾靚，如果唔係咧就賣唔到個好價，又點會回到本呢？到咗2019年5月正式開始預售，第一日就賣咗2成。雖然唔算係大賣啊，不過2019年算係多供應年，所以都算係其中一個比較受歡迎嘅新樓盤。特別係鍾情永久地契啲買家。我呢個業主朋友咧係去到2022年喺展銷會度同發展商買入呢個單位。呢度順便同大家講下喺新加坡買樓花嘅過程啦。首先你去到展銷會啦，揀咗你中意嘅單位，之後要俾樓價嘅5%簽訂一份臨時買賣合約。買家需要喺2個星期內咧支付相關稅項，剩低啲首期咧就要喺8個星期內咧支付。通常係樓價嘅2成。如果用到銀行貸款咧，其餘嘅款項會根據起樓進度分幾階段支付。新樓盤一般會比同區二手樓貴2至3成嘅，不過都仲有好多買家傾向買新樓，原因係單位選擇會多啲，同埋正常環境下新樓盤嘅升幅會比二手樓快。好似我朋友呢一間360萬買入，而家市值420萬，帳面短短2年咧賺60萬，當然要計埋時間成本啦。大家入到去裏面就知道點解人哋話 Amber Park 係15區嘅新樓王。第一，呢塊地咧係永久地契，買少見少。第二咧，佢佔地面積咧高達20萬平方尺，相當於3.5個正規足球場。根據規劃咧，發展商其實可以起到盡，起到4座800幾個單位。但係佢哋最後選擇只係起3座592個單位，僅用咗35%嘅佔地面積，其餘用咗配套設施同埋園林綠化，所以入到去你會覺得空間感極強啊，先至有豪宅 feel 噶嘛。第三，叫得做樓王啊，除咗尺價係呢一區最貴之外咧，佢裏面嘅設施可以話係令人眼前一亮。Amber Park 嘅設計路線咧好有現代感，充滿好多銳利嘅線條同埋角度。其實你睇到佢個 logo 就反映出呢種設計風格。點解啲人要使幾倍嘅價錢去買 condo 呢？我覺得配套設施先至係買 condo 最核心嘅回本位。如果好似有 Amber Park 咁大咁靚嘅泳池呢，係絕對值回票價。同埋有專為小朋友設計嘅兒童泳池同埋遊樂場，一家大細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活動。金沙酒店嘅空中花園咧就世界聞名啦。Amber Park 咧都有個空中花園，而且咧一啲都唔惹少嘅。空中花園咧位於22樓啦，連接3座大樓，有成32000尺。除咗花花草草，有gym有按摩池，最頂癮嘅係佢竟然有一個600米長嘅慢跑徑啊！喺海拔235尺，高空一邊跑步一邊望住個海。當然好似我而家晏晝3點幾嚟跑，一定會曬到甩皮啦。下次等夜晚冇太陽，我真心想嚟試一試。係爭啲唔記得帶大家上去開箱呢一度嘅4房單位。
我個 friend 咧，其實上個禮拜咧早已經咧攞晒鎖匙噶啦。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喺新加坡有個習俗，就係買新屋入屋之前咧，就會先碌一碌個菠蘿入屋。咁意思係旺來啊，攞個好意頭，同埋順便會嗌下，例如同你見到新加坡人過年食魚生咧，其實係差唔多。呢一間4房有成1500幾尺，3間睡房，1間主人房，2個浴室，有乾濕廚房。廚房入面有多一間工人房同埋廁所。咁基本上你而家見到嘅係新加坡交樓標準。咁除非你諗住租間屋出去啦，咁買得咁貴啊，都要加啲裝修整靚佢。唔知大家有冇諗緊點解間屋貼咗咁多嘅藍色貼紙嘅呢？其實所有新樓咧交樓後1年咧，有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咧，就叫做瑕疵擔保期。如果係你發現新屋有啲咩建築上嘅問題啊，又或者係例如油漆唔均勻啊，或者啲磚有裂痕，一般人都會好似我朋友仔一樣啊，貼啲貼紙咧做個記號。遲啲發展商咧會揾人免費維修或者係更換。留意翻啦，呢個係你做咗裝修之前咧就要同發展商匯報。做咗裝修之後咧，除咗建築上嘅問題咧，其他啲瑕疵咧就唔關佢哋事噶啦。呢度個露台咧長就夠長啦，不過就有啲窄，夠位擺張茶几嘅。不過風景咧就只有樓景啦，要側身咧先望到少少海景，望落去咧見到個泳池。話題性就爭啲，不過都算係靜，有啲涼風。呢度嘅3間睡房咧面積就唔算大，有100尺，勉強都可以放到一張雙人床。交樓標準係睡房有部冷氣同衣櫃，好似燈同窗簾就要自己添置。其中2間睡房係可以望到新加坡室內體育場嘅，個 view 就唔錯。主人房咧就都幾大，有成200尺，有衣帽間啊，連浴室。而家間屋咧空溜溜，就講到呢度先。遲啲等我個朋友做完裝修，擺晒啲家私啊，再嚟欣賞下，順便去樓上跑下腳步。最後我都有問過我個朋友，佢買之前咧，其實前後後都睇咗10幾個新舊樓盤，點解最後會拍板買 Amber Park 呢？佢就話買樓花咧就最驚貨不對版，所以要揾間信譽好啲嘅發展商。佢自己最有信心咧就係 CDL。我都覺得係啊。買新屋嘅好處咧就好似開始咗人生嘅新篇章咁，多咗一份屬於一家人嘅意義同埋記憶。當然唔希望呢份記憶包括要成日處理新屋嘅質量問題啦。好啦，今日嘅開箱咧就到呢度。中意我嘅 channel 嘅朋友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想我帶你去睇新加坡其他樓盤，又或者喺新加坡買樓有什麼疑難雜症啊，都歡迎喺下面留言啊。我係 Eric 交個篇，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